4月下旬嘅一個週末，又係一個萬里無雲、天朗氣清嘅秋天。突然間又諗起前幾日喺 Facebook 上面見到另一個香港朋友去咗酒莊拍低嘅美景，睇到相中油黃嘅楊樹落葉襯托住斜陽西下嘅落霞，我就有攞起相機嘅衝動啦。睇住牆上嘅日曆，就意識到墨爾本寒冷又潮濕嘅冬天就快到啦。手上嘅工作又啱啱整理好，所以就決定捉住呢個秋天嘅尾巴，揸住我個電單車去欣賞一下落霞襯托之下嘅金秋。今次我決定去喺墨爾本東北部 Yarra Valley 酒莊區入邊著名嘅 Tarrawarra Estate， 喺 Diamond Creek 出發，向東走大概40公里，經過一段山路去到 Yarra Glen， 然後轉上 Old Hillsfield Road， 去到盡頭轉左就到啦。中午過後，整理一下工作同埋家務，出發時已經3點啦。隨住我右手輕輕咁轉動油門，慢慢咁加速前進。喺秋日嘅陽光之下，感受住溫暖中慢慢透出嘅寒意，就好似季節交替中俾人嘅一種預告，亦都好似詩人李白曾經所寫嘅秋色無遠近，出門盡寒山。喺秋天，隨住日照慢慢縮短，光合作用能夠產生嘅養分變少，樹葉嘅葉綠素亦都慢慢褪色，慢慢透出色彩斑斕嘅秋葉。有人形容秋天嘅色彩就好似上帝打翻嘅調色盤一樣，層出不窮嘅色彩，令人覺得真係只有上帝先至有可能做出咁嘅景象。呢啲瞬間即逝嘅色彩，夾雜住林中深處嘅寒意，俾人一個好複雜嘅心情，就好似夕陽一樣，喺寒冷黑暗來臨之前，俾人一絲絲嘅溫暖。過咗 Kangaroo Ground 之後，就轉上一段蜿蜒曲折嘅山路。記得我啱啱揸車嘅時候，就特別鍾意行山路。喺嗰陣時就覺得每一個彎都有本身獨特嘅轉向同埋角度，一個接一個嘅彎道就可以組合出千變萬化嘅路線，就好似生活中不斷出現嘅曲折一樣，既有既定嘅方向，又充滿咗未知嘅懸疑趣味。如果揸電單車嘅話，感受就嚟得更加深刻啦。喺轉彎嘅時候，身體控制嘅傾斜角度就取決於入彎嘅速度。過彎嘅時候，亦都要根據彎道嘅變化同埋路面嘅狀況作出調整。
比起只係用手揸住軚盤去感受傳嚟嘅反饋，一切都嚟得更加直接。好多人都會誤以為揸電單車就為咗追求刺激，去享受腎上腺素激增嘅興奮同埋快感。我承認對於一部分嘅騎士嚟講，呢個可能係其中嘅原因，但係對於我嚟講就啱啱相反啦。揸電單車帶俾我嘅係一種內心深處嘅平靜。可能每一次出門前都會有少少嘅不安，但係只要騎上車之後，你就會不知不覺咁樣全神貫注喺操縱上面，去不斷咁留意四周同埋路面嘅變化，令到你慢慢咁樣拋開一切嘅雜念，而專注當下嘅一切，從而達到內心嘅平靜。所得到嘅效果就好似練習冥想差唔多。其實好多個人運動，例如跑步、游水，都有類似嘅作用，可以令人拋開日常嘅執念，放開心懷。活動之後，身體釋出嘅安多芬又會令人心情愉快。我諗呢個先至係我愛上揸電單車嘅原因。過咗一段羊腸嘅山路，就嚟到 Yarra Glen 啦，亦都係 Yarra Valley 嘅起點。提起 Yarra Valley， 大家都會想起墨爾本有名嘅酒莊，當然唔少得我最喜歡嘅 Yarra Yering。其實 Yarra Valley 仲有好多其他活動可以玩㗎，有適合親子嘅動物園，天氣好嘅話仲可以坐一下熱氣球，有機會一定要體驗一下。到咗 Yarra Glen 之後，就喺迴旋處轉上 Old Hillsfield Road。其實路程上行新路係會短一啲嘅，但係我始終中意行舊路。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路上會經過適合一家大細去玩嘅朱古力廠 Chocatory and Ice Creamery。佢哋嘅朱古力同埋雪糕味道真係特別濃郁，小朋友一定樂而忘返。但係真正吸引我嘅原因就係呢條舊路上面嘅風景啦。路上遼遠開闊嘅風景，不單止同之前迂迴曲折嘅山路有截然不同嘅對比，嗰種一望無際嘅景象，令人剎那間豁然開朗。人少嘅時候，更有一種獨佔天地，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嘅感覺。雖然我去過唔少嘅地方，睇過唔少嘅風景，但係每一次走過呢條舊路，依然覺得非常之享受。過咗一段山路之後，就去到路嘅盡頭啦。喺十字路口轉右，轉上新嘅 Hillsfield Road， 然後再向落山嘅方向走一小段路，唔使1-2分鐘就到酒莊嘅入口啦。穿過咗入口之後轉右，就去到酒莊嘅停車場啦。酒莊嘅停車場比一般嘅大，但已經停咗唔少嘅車啦。將車慢慢停好之後，馬上出現喺眼前嘅就係充滿秋色嘅楊樹小徑啦。
慢慢走入園區上面嘅小徑。本來我其實有啲擔心今日會人多㗎，但係睇到今日風景就知道今日嘅運氣真係唔錯。卡哇哇華酒莊嘅獨有魅力就係眼前嘅楊樹群啦。成個莊園一共有200多棵排列整齊嘅楊樹，高聳嘅樹幹，藍色嘅天空，柔黃嘅秋葉，絕對係一個完美嘅配搭。唔怪得之酒莊一直都係大家打卡嘅地方。酒莊裏邊嘅葡萄園就坐落喺向北嘅山坡上面，區由一共19塊獨立嘅園地構成，面積超過28公頃。可惜我嚟到嘅時候已經唔早啦，既然冇時間去試酒，倒不如捉住呢個機會去俯瞰一下園區裏邊嘅風光。卡哇哇華以盛產優質嘅 Pinot Noir 同埋 Chardonnay 而著名，出產嘅葡萄酒有 Estate Range、Single Block Range 同埋 Research Range 3大系列，其中以旗艦級嘅 Reserve Chardonnay 同埋 Reserve Pinot Noir 比較出名，全部都係以人手採集，得到唔少著名酒評人好高嘅評價。除咗葡萄園之外，園區內仲有多處具有特色嘅雕塑，供遊人試酒嘅地下酒窖。如果一家大細嚟嘅話，我就建議你哋去佢哋開放式嘅甲板上面去嘆一杯咖啡啦。甲板嘅周圍種滿咗胡椒樹，喺樹蔭之下慢慢咁樣享受一杯咖啡，靜靜去欣賞一下徐徐落下嘅夕陽，其實都係一種上心嘅樂事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園區內仲有一個極具規模嘅藝術館。藝術館全年免費對公眾開放，而且入邊嘅展板仲不時更新，吸引咗不少嘅遊客專門探訪，亦都令到酒莊充滿咗濃郁嘅文藝氣息。
今次展出嘅主題就係當代嘅多媒體藝術，獨特嘅擺設喺多媒體聲音同埋影像嘅襯托之下，營造出一種奇特嘅氛圍。藝術品亦都隨着時間嘅變化，顯示出不同嘅觀感同埋印象，令到我呢個藝文青流連忘返。從藝術館出返嚟嘅時候，已經日落西山啦。開闊嘅草皮加上最後一絲嘅夕陽，最適合嘅就係去玩吹波仔啦。隨住最後一絲嘅夕陽慢慢消失，氣温亦都漸漸下降啦，亦都係時候收拾一下，準備返屋企啦。今次探訪 Tarawara 酒莊，不單止令我見到油黃嘅楊樹群，仲可以見識一下充滿文藝氣息嘅藝術館同埋展品。美中不足嘅就係今次冇時間可以品嚐到佢哋有名嘅葡萄酒。每一次嘅出行都會有一啲唔完美嘅地方，呢一點嘅遺憾正好係下次探訪嘅理由。無論點講都好，總算係不枉此行。